我可以讲这个是我开过有史以来最 premium 的 Vios， 有史以来最高级的 Vios， 有史以来设备最齐全的 Vios， 有史以来动力数据最强的 Vios。那你看啊，谁会花103,900块去买一台 Vios？ 哇，现在 Vios 都要超过100千了啊！没有错，在我身旁这一台呢，就是最新的 Toyota Vios Hybrid， 也就是 Toyota Vios HEV。那 HEV stands for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所以它不是 PHEV， 它不是 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所以这一台 Toyota Vios 啊，它采用的是 1.5 L 4气缸的 Hybrid Powertrain， 那跟 1.5 L 自然进气引擎那个版本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多了离子电池，多了电动马达，然后里面的设备也更加的高级，更加的完整。所以今天这期影片呢，我主要会 focus 在它的 driving experience， 它的驾驶体验。所以这个 hybrid 系统是不是让 Vios 更加的高级，更加的安静，更加的有力？我们就等下来看一看。从影片开始之前，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频道。Let's go。那外观造型方面呢，这个 Vios 1.5 HEV 有 HEV Exclusive Grille， 就是这个看起来更加 sporty 的前脸，还有 HEV Exclusive 的 Dark Chrome 暗黑的这个镀铬元素在车侧还有车尾的部分。再来呢，它也有 HEV Exclusive 的16寸轮圈，反而 1.5G 是17寸。那再来的话呢，它后面还有 HEV 的 badge， 就是让你知道这个不是普通的 Vios。但是从远处来看的话，其实一般人很难察觉这个 Vios 跟一般的 Vios 有什么分别。那除此之外呢，车厢里面还有 HEV Exclusive 的 TFT 显示屏， EV Mode 的 button， 这个是普通的 Vios 没有的东西。Right， so 这个Vios HEV 给我的 first impression 就是这个荧幕非常的大个，因为1.5E 跟 1.5G 是9寸，这个是 10.1寸，它甚至大到 block 到我的视线了。它是一个 floating screen 悬浮式荧幕，不是电视机，所以后面没有那个方盒子在后面。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叫人摸不着头脑的，就是它这边是有 USB 的接口，而且是 Type A。Hello，come on，10寸你给我 Type A。那一般你看日本 spec 或者可能泰国 spec 啊，他们都是把 USB 整合进去冷气的 panel 下面那边才比较 make sense 嘛。怎么会掉一条 USB？ 你很喜欢看 cable 是不是？但是在中央扶手这边打开这个储物格，里面有 wireless charger 无线充电器，但是你需要把你的电话打直来塞进去这个无线充电器。然后这边同样是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with auto brake hold， 已经没有用传统的 handbrake 手刹车。就是升级前的 Vios 就是它有 ambient light 嘛，但是那个 ambient light 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小灯泡，可是这个呢，它就升级到这边有一条 bar 这样子 light bar 所以你在它有64个 color 的 ambient light 有點啊，型咯 ，ambient light 有點啊 ，luxury 咯 ，ambient light 有點啊 ，premium 咯 ，right？ 但是 what's not so premium is 椅子的上下前后都是手动的，然后方向盘有没有 telescopic 上下进去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出来 ？OK， 这个是有的。然后 hybrid 的话，它的 power button、start button 是蓝色，然后有这个 B mode， 然后同样是6个 speakers 的音响。巴查莫好像在某一个国家看到 Pioneer 的 audio system 啦，巴查呀 Malaysia 没有看到 Pioneer 啦。然后 DVR 是一个Toyota Malaysia 提供的附加选项。然后除此之外，所有东西都更加的高级，只是这个方向盘上面的 Toyota logo 的比例不是我们在 Altis， 不是我们在 Camry 看到的那个比例，这个是 Daihatsu 的 size， 这个是 Daihatsu 的比例。哎呀，你看啦，那这个 HEV 系统啊，它不只是改变了引擎的动力它对车子的格局跟整个设备也有一点变化。
打个比方，我们可以在行李箱空间那边看到 12V 的 battery， 说一般上 12V 的 battery 都是放在 bonnet 那边，它是放去后面。然后再来的话，因为这个 HEV 的提供了 rear air vent 后排冷气出风口啊，下面有 USB 接口。然后有一个东西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的，就是在这个座椅底下是有通风口的。为什么？因为它要利用冷气去 cooling battery， 冷却你的 high voltage battery。当然，重点还是在它的行李箱空间，因为这个 non-hybrid 的是475 liter， 可是这个 Vios Hybrid 是460 liter， 只是少了15公升，而且地板底下还有一个 full size 的 spare tire 全尺寸的轮胎，这个在今天很少看到 hybrid 车有 spare tire， 而且还是全尺寸。你以为你现在上网是自由的吗？其实你一直被地区限制，锁在一个小框框里。那 Surfshark VPN 就是帮你拆掉这道墙，拿回主控权的最佳通行证。讲真的啊，大家用 VPN 谁会想要听技术名词？我们在乎的就是看得到和买到便宜。在大马 Netflix 或 YouTube 找不到的欧美影集，只要1秒切换 location， 全世界140多个国家或地区，超过4500台高速伺服器任你选，再也不会遇到此影片在你的地区无法播放。更爽的是跨区省钱，你以为机票和酒店全网统一价？错，这些订票网站会根据你的 IP address 搜寻次数和当地的消费能力来动态调价。只要用 Surfshark 把 location 切换到低消费国家，网站就可能会给你在地人的隐藏优惠价。更划算的是啊 ，Surfshark 它不限制装置数量，一个账号全家人同时连线，它还内建了专业级的 antivirus 杀毒系统。24小时挡掉偷资料的木马病毒。你在外面用 public Wi-Fi 刷卡转账，它就是你的专属加密通道。别再当一个被限制的网民，启动 Surfshark 拿回你的网络自由。那现在就使用 promote code MyCarPlus 并前往 surfshark.com/MyCarPlus， 还可以额外获得4个月的使用期，赶快去领取。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这一集的 Toyota Vios Hybrid， 新的 marketing terms 叫 HEV。那 HEV 呢 stands for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然后 PHEV stands for 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然后 BEV 或者 EV stands for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说 HEV 不是 PHEV， 差别是它是 self-charging， 用引擎帮电池充电，你不需要 plug-in，right？ 但是电池相对来的小很多很多。所以我现在开着的这一台 Vios HEV 呢，是从103,900块起，在它之上还有109,900块的 Vios HEV GRS， 就是 GR Sport。这一次 Toyota Malaysia 提供了4个版本啦，说除了它跟它之外，还有 1.5E 和 1.5G 的版本。1.5E 和 1.5G 的 Vios 呢，采用 1.5 liter Dual VVTi 的自然进气引擎，搭配 DCVT 无段式变速箱，有106个 PS 跟138 Nm 的极速180 km/h。但是这一台 Vios HEV 的 1.5 liter Atkinson Cycle 引擎的动力小很多，但是因为它有锂离子电池跟电动马达，所以这个电动马达就可以为它提供额外80 PS 和141 Nm。那这代表说这个 Vios HEV 的马力是91 PS 加80 PS 吗？ No， 因为 Hybrid 混合动力系统它不是简单的数学题，它不是1+1等于2这么简单，所以它的综合马力呢是111个 PS， 还是比 1.5 L 的自然进气那个有力。但我们都知道啊，混合动力系统的强项，它的重点并不是在刷数据，
重点向来都是在 efficiency， 就是效率。像这一次 Toyota Malaysia 就主打它的官方油耗数据是1个 liter 27.8公里，就是 3.6 liter per 100 kilometer， 所以我们拿36 liter 来乘以27.8公里，理论上它是能够做到 full tank 1000公里的这个续航力。但是我们都知道 NEDC being NEDC 它不是real world challenge 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必须要在 optimal 的 condition， 就是最佳最极限的状态才可以达到1000。但重点大家要表达的是，我的 fuel tank 小过你，我的电池小过你，我还是一样能够做到 full tank 1000公里不需要很大的 fuel tank， 不需要很大的电池，因为电池越大，我们都知道对车重的负担也会有影响。所以这个 Toyota SEV 的车重呢是1155公斤，比 1.51 和 1.5G 的 Vios 重了120公斤120公斤我觉得是 manageable 的啦，不是说好像 PHEV 会比汽油车重一个300公斤400公斤这样子，说120公斤。所以我们就言归正传，回到这一台 Vios HEV 的行驶体验。我可以讲，这个是我开过有史以来最 premium 的 Vios， 有史以来最高级的 Vios， 有史以来设备最齐全的 Vios， 有史以来动力数据最强的 Vios。那你看那因为我自己其实对于 Toyota 的 1.5 liter hybrid 这个 powertrain 非常的熟悉。那大家都知道，我在多年前我曾经去了日本的真名山 AKA 糙名山去试驾XP210 的 Toyota Yaris， 也是 1.5 liter 的 hybrid 引擎。然后我每一次去北海道开的这个 Toyota Sienna 也都是 1.5 liter 的 hybrid 引擎但差别很大首先那个 XP210 的 Yaris 跟 Sienna 都是TNGA-B 平台，就是 Toyota 的底盘 right， 然后他们搭配的是 Dynamic Force 引擎，虽然是 1.5 liter 3 cylinder， 这个就不是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第4代的 AC100 Toyota Vios 或者 Yaris Active 或者 Yaris Sedan， 它采用的是 DNGA-B 平台，也就是说从第4代的 Vios 开始是由Daihatsu 主导，因为后来 Daihatsu 跟 Toyota 成立了一个 ECC 部门，专门针对新兴市场就人均收入没有这么高的国家研发的一款车子，所以主攻泰国、马来西亚还有其他的这个东南亚国家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hybrid 系统对于这一代的 Toyota Vios 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它让 Vios 升华。OK， 为什么我这样讲？那如果你有留意我上一支介绍 Toyota Vios 的影片蓝色那台，那个时候呢，有人戏称它为 MyV Sedan。那为什么我们会把第4代的 Vios 称为 MyV Sedan 呢？因为跟 MyV 一样的 2NRVE 引擎，跟 MyV 一样的 DCVT 变速箱。那在这个 segment 这个价位当中，如果有100个变速箱选择 ，DCVT 会是我最后一个选择的变速箱。那我对 DCVT 的这个又爱又恨的程度，没有爱啦，只是恨啦。DCVT 变速箱它跟 Toyota 的 Direct Shift 变速箱是一个天一个地 ，Day and Night different。So 因为这个 Vios Hybrid 呢，它跟 Vios Non-Hybrid 最大的分别就是它不是使用 DCVT， 而是 ECVT 行星齿轮。那因为它有电动马达，它有锂离子电池嘛，而且它有瞬间扭力，所以这个ECVT 变速箱就让这个 Toyota Vios 开起来像一台 Toyota。就是它的 Toyota DNA 回来了，说没有这个 ECVT 变速箱跟第4代的 Toyota Hybrid System，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再加一个 Vios 懂吗？你把这个 logo，even 这个 steering wheel 都跟 Perodua 的 steering wheel 是一模一样，这个仪表板的设计也是跟 Perodua 一模一样。可能我讲它是你会比较开心啦吧？呀，它是 Perodua，you know。
呀，就是这样子啦。So，就这个1.5 L的 Hybrid 系统啊，它让这个 Vios 啊值回票价。那我知道你要讲什么，这个票价不便宜嘛，我们都知道这个Vios Hybrid 是103,900块到109,900块起。那大家印象中的 Vios 可能都在8、9万块左右啊 ，even 1.5E 的这个 Toyota Vios 都要9万块以上了。OK，so 那个 1.5J 60-70千的 Toyota Vios is not coming back。even 什么 5-speed manual gearbox 的 Toyota Vios is also not coming back。OK，so welcome to 2026，no such thing anymore。就多嘛的，虽然 ECVT完胜 DCVT， 但这不表示说这个 ECVT 是一个完美的变速箱，它有 drawback 的。OK， 就是有一好没有两好。我现在去 Power Mode， 那它跟 Porsche 跟 Ferrari 一样的驾驶模式，它在方向盘调整的。我希望它没有盯的，不然我就过不到了。阿里嘎多 ，Keep rolling， 3、2、1 go。Brake， 首先第一个 Vios Hybrid 要注意的是它的 brake pedal， 它的 brake feel 它不自然。为什么它不自然？因为它有 regen， 那车子会利用轮子滚动的扭力，还有你的刹车动能去帮电池回电，就所谓的 regeneration， 它比较有一点 brake by wire 的感觉啦。再加上因为它是 hybrid， 所以它有 B mode。就是 B mode 啊，就类似于 EV 的 One Pedal Mode 单踏板模式，让你在塞车的时候只需要用一个踏板，就好像开 buggy 这样子，收放收放收放自如。那 B mode 也是 Hybrid 的这个一个标配啦 ，OK？So B stands for brake， 所以 B mode 就是 brake mode。再来的话呢，因为这个1.5 L 的引擎它是 Atkinson Cycle， 所以它有延时的进气门。也就是讲说呢，如果你开 Pure Petrol 的车子，你的 RPM 就引擎转速跟你的噪音是成正比的。就你加速 loud， engine 很大声，你知道 ，OK，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因为 Atkinson Cycle 啊，它的最佳工作效率通常都是在3000到5000 RPM。也就是讲说呢，你可能驾着50 km/h， 它也在3500 RPM； 你可能驾着40 km/h， 它也在3500 RPM， 甚至更高。所以就会有一种你开快开慢，它都很吵那个 engine， 然后那个 engine 吵，不是吵在你加速的时候，是在你静止的时候，因为它要帮电池回电嘛。特别是当你的 SOC 越低，它的引擎转速就要拉得越高。所以引擎是被 detune 了的 ，OK。但是与此同时，你带来的额外的好处就是瞬间扭力，特别是你出入口，有时候你塞车塞在这条链，这么隔壁那条链走了的时候，你还没有走，然后你马上要换链，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换链换得不够快，后面的车跟上了，你就被换了。OK， 所以这个 Vios 我昨天在加兰敦的拉扎，在加兰安邦没有给人家换，因为我一出去过后，我一大脚拉下去 ，instant torque， 瞬间扭力。电动马达给它141 Nm 的瞬间扭力，汽油车的121 Nm 是需要 build up 的，你需要拉到一定的 RPM 才能够达到马力或者峰值扭力。但是电动马达的不用，你一踩一脚马上来。所以它的价值不是在 highway 去搞人变速呀，不是在 highway 去跟人家 fight top speed， 没有。如果你真的要在 highway 跑，账面上 1.5 L GVVTi 的 1.5E 跟 1.5G 比较适合走 highway。OK， 因为 Vios 没有 turbo 嘛，你知道意思吗？所以你没有得选择，你要你就是 1.5 L。我知道在泰国有 1.2 啦，但这个 1.5 L HEV 的 powertrain 是这一代的 Vios 最强的了。强不是强在极速，不是强在它有300匹、400匹像 GR Yaris 这样，不是这种强。它的强就是在于呢，它让你更加得心应手，它让你在任何的速域，都能够获得瞬间加速能力，都能够获得及时的动力。所以如果你是喜欢
追求快的人，这个 hybrid 未必会适合你的 ，OK？ 因为hybrid is not for everyone， 或者我们讲 one size doesn't fit all。那你问我的话，如果我真的要买一台 Vios， 就是这个 Vios HEV， 因为你在开着 Toyota， 你知道你开着 Toyota 第4代的 Toyota Hybrid 系统 ，Toyota 的 eCVT 硬体。除此之外啊，所有东西都是非常的 Daihatsu/Perodua， 这没有不好，没有不好，因为我知道他们已经尽可能的让这个车子更加的 premium。去 Fast Lane 加速，拉到完。加速。So 我蛮 surprise 的是啊，通常 hybrid 车就是起步有力，尾端没有力，尾端白起了，加速。OK， 这台车子的 comfort zone 啊，以这个19560R16，大概就是在100到120左右而已。So 你要去到130、140可以，你要从130拉到160，它也是可以。但是160之后啊，它就这样了。But expected 的 ，OK， is a hybrid system， 因为它的引擎就只有80 PS，80 匹你要它做么 ？OK， 明白意思吗？特别当你在高速风阻上来的时候，时速上来的时候，电动马达就没有效率了。所以通常 hybrid 车所有的 HEV 一过了高速也很高速啦，就是由引擎主导了加速。那我觉得加速能力跟整个底盘做工，OK， 这个 HEV 的 Vios 啊，它的整体的 MVH 是好过 non-hybrid 的，它有 enhanced 的 chassis， 就是说它加了更多的隔音材料。然后它在车身多处的密封性做得更加的好。那其实这种 hybrid 车的底盘隔音会比 non-hybrid 车好的案例，我们已经在 Honda 看过，我们已经在 Nissan 看过，我们已经在很多 brand 都看过。那我很喜欢这个 Toyota Vios Hybrid 的地方就是它的 handling。OK， 首先因为 hybrid 多120公斤，不影响车重，不影响太多，所以你在摆动的时候，它的 steering feel 非常的好，很精准，所以它会给你整体的操控表现啊，我们就 handling 来讲啊，它比上一代的 Vios 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所以通常你知道吗？你驾这种 B7 sedan steering 会2Q 这样子吧，这个车子很淡定，它很 strong 啊，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的好啦。特别是你开一个100多千的 Vios， 你必须要给到这样子的东西，不然不是我花100多千买一台 Vios， 你懂我意思吗？不管我喜不喜欢它，不管你喜不喜欢它，它都是有史以来完整度最高的 Vios， 它都是有史以来最高级的 Vios，right？ 很少有 floating screen 悬浮式萤幕会挡到我的视线的，我真的看不到东西，懂吗？我还坐很高，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178 cm， 你坐到这个，你坐低一点哦，这个东西真的顶到你，你看不到前面，懂吗？那再来一个我自己别打喊的，就是它的这个 instrument panel，我知道我们不能够要求 HEV BHEV BEV 给你看到 RPM， 但是我没有安全感。我开一台 Vios， 我要知道我的引擎在做什么 ，OK？ 我要知道 RPM。你看啊，几千转，我不懂，3000转，4000转，这是几千转？4000、5000、6000 ，I have no idea。Normal mode 啊，我现在去 Power mode， 我不知道车子在做什么 ，OK？ 一下潮，一下不潮，一下很安静，一下像 EV 这样子。
它有 EV mode 的哈 ，by the way。还有什么东西我们欢迎在留言区底下讨论我们看看这个消费者们买不买单啦。Toyota 在2026年提供一个103千到109千的 Toyota Vios， 哇，花110千买一台 Toyota Vios， 我是大主意 ，subscribe YouTube 频道，let's go，let's move on。现在我的电池剩下3个bar，我用这 EV mode。Vios with EV mode， 一个纯电动行驶的 Toyota Vios， 40 km/h， 很安静，好像引擎熄火了这样。OK，brake， 刹车，刹车，刹车，回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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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with auto brake hold。So 等一下这个红灯，然后绿灯，我再轻轻加速，不能大力啊！你一大力 engine 就 kick in 了。20、30、40，还是 EV mode？ 40，还是 EV mode？EV mode， 再快一点点，再快一点，没有了，超过40以上 EV mode 就打包了，加速。有力有力，真的有力。我上次在这个超美山试驾Yaris Hybrid 的时候啊，我的第一个 first impression， 你有没有看过那支 video？ 我就讲这个 Toyota Hybrid System 啊，它就好像是一个没有 Turbo Lag 的 Turbo， 但是它有一个 Turbo 没有的缺点，就是它很潮，加速很潮，走快很潮，走慢很潮，停停走走的时候它也很潮。但你看这样子过后呢，这个 Vios 真的很好开。你看，前驱车同样是 McPherson。with 这个 torsion beam， GRS 的话会有 GR Tune 的这个悬挂。你看我刚才稍微松开一下那个方向盘啊，还是抓得住的。ECVT， 不要买 DCVT， 买 ECVT，OK？ 所以这也是一般上 HEV 车型很普遍的方式，就是会利用冷气去冷却这个high voltage battery。把空间上的话，几人高？OK， cut。给你电视机都嫌，给你10.1寸都够该嫌，嫌没？